我是瓜皮儿，闪电侠第6季前情提要。Barry 众人与黑洞组织撕破脸皮，乔为了保护家人选择加入证人保护计划。没人想到，他们最信任的辛格也已成为镜像人，而贾艾瑞斯奉伊娃之命前去干扰 Barry， 最终的目的是让闪电侠彻底失去速度。计划顺利奏效。随着艾瑞斯的无情 talk， Barry 的速度仪终于是变成了红色，这意味着他彻底失去了速度。若想重获神速力，唯有利用诺拉的笔记将逆闪诞生时的场面重现，也就是所谓的人造神速力。短短1周时间，希斯科便已打造出一台足以创造神速力的机器，可不知什么缘由，机器最终失败了。即便是星辰实验室的成员及 IQ250， 却还是弄不明白斯旺创造神速力的原理。Barry 只能继续钻研一下女儿的笔记。这已经是他住在实验室的第7天了。遇到瓶颈后，希斯科跟拉尔夫打算去找凯瑟琳帮忙。刚刚走到门口，一阵刺骨的寒意扑面而来。破门而入后，发现凯瑟琳进入了冬眠状态，掏出居委会大妈同款温度计，34华氏度，不用隔离了，建议直接抬棺。凯瑟琳的状态跟一块冷却的电视无异，最好的办法只有充电。搬出电机，接上拉尔夫，一顿电疗过后，拉尔夫毛都炸了。庆幸的是，凯瑟琳醒了过来，原来她之前被刺客枪击的伤口恶化了，在试图进行冰系疗法的时候，情况变得更加严重，这才触发了冰霜的自动保护机制。现在唯一能帮她的只有老妈唐豪瑟。与此同时，贾艾瑞斯任务完成之顺利，得到了伊娃大大的夸赞。可自从赶走Barry后，贾艾瑞斯就变得心不在焉，具体哪里出了毛病，他自己也想不清楚。不过伊娃并没有在乎这么多，因为今天将是他逃离镜中世界的日子。这些天，塞西尔少不了给他们夫妻俩牵线。要说情侣小打小闹也就算了，您都已经是结发夫妻了，怎么能说赶就赶呢？说到这儿，贾艾瑞斯定住了，他心底升起一股内疚，眼看有露馅的倾向，贾卡米拉赶紧窜出来挽救局面。塞西尔把堵在嗓子里的话又咽了回去。等他回家后，发现家里一片混乱。Barry 不知道什么时候搬来了一堆文件，而这些文件无一例外全部关于艾瑞斯，因为 Barry 已经察觉身旁的艾瑞斯非彼艾瑞斯。首先，他排除了二重身的身份，据他们所知，二重身的定义早已经因为危机而抹除。其次，他想到了火星猎人，宇宙融合之后，很有可能是残留的火星猎人在假扮艾瑞斯。转念一想，不太可能。若有火星猎人存在，火星叔一定会第一时间知晓。在排除所有可能后，Barry 想起了一切开始的那晚，艾瑞斯独自去了麦卡洛克公司。自从那晚过后，艾瑞斯就变得神秘兮兮的。他猜测这些不是1天2天了，直到艾瑞斯把自己赶出家门后，Barry 才相信了自己的判断。目前这件事儿，他只告诉了塞西尔。起初，塞西尔觉得荒谬至极。随着 Barry 循序渐进的推理，他开始相信了 Barry。1个星期过去了，速度仪仍然是红色。若没有神速力，根本不可能找到真正的艾瑞斯。Barry 的心中不断有个声音告诉自己，艾瑞斯在等着自己。趁办公室没人，娘俩溜了进去。一打开艾瑞斯电脑一查，顿时汗毛竖立。之前卡米拉忘记删除的照片浮现在2人面前，照片中的艾瑞斯被一片棱镜覆盖。只要利用这个线索，便可以找出真相。此时，真正的艾瑞斯还被蒙在鼓里，像个憨憨一样跟伊娃商量着逃出去的办法，还因为意见不合吵了起来。等艾瑞斯定眼一看，哎，这镜子边上怎么有个按钮啊？为什么过了好几个月我刚刚看到啊？好奇心驱使艾瑞斯按下按钮，一道大钢门悄然打开，里面的设备让他倒吸口凉气啊！一片片由镜子打造的显示器上出现的都是贾艾瑞斯的记忆，这些记忆以5G 般的速度下载到了艾瑞斯的大脑里。随着真相的得知，艾瑞斯也瘫软地倒在地上。另一边，贾霍3人组已经开始筹备逃脱计划了。屋内摆放了数面镜子，伊娃若想逃出镜像世界，就必须想办法在走出来的瞬间保护好自己的意识，这需要某个人的血液来起到辅助作用。这个人则是被关押在天眼会的血魔拉姆齐。如果伊娃计算的没错，镜像吸收掉拉姆齐的血液，便可以起到稳定的效果。这时他在另一头开启调节器，两者的搭配会重新配置镜子中的分子，从而在2个世界间架起一个桥梁。很快，艾瑞斯接到紧急通知，匆忙赶回了实验室。进门的那一刻，那时便已经断了他的后路。今天他们都要看看是谁在假扮艾瑞斯。掏出照片一顿实锤，纵使贾艾瑞斯再能 talk， Barry 也根本不听。说着，他掏出了棱镜扫描仪。这玩意儿对普通人没啥效果，可如果是镜像人，那就可以起到照妖镜的效果。
白瑞毫不犹豫启动开关，片刻之后，嘛事也没发生。众人不禁怀疑自己的判断。就在白瑞打算再试一次的时候，贾瑞斯直接夺过了扫描仪，声称：“你还说我是假的？我看你才是假的吧！”说着就朝白瑞照了过去，瞬间就扫出了白瑞的异常。这下好了，白瑞挖了个坑，自己跳了进去。证据确凿了，他才是那个假货。纳什跟塞西尔在贾瑞斯的怂恿下，将白瑞关进了超能监狱。纳什都有点怀疑人生啊，怎么自己一点都没察觉到呢？这事儿肯定跟黑洞有关。在纳什前去调查的期间，塞西尔的心灵感应突然间爆响，却还是强装镇定的跟贾瑞斯说着话。这艾瑞斯的确是假的，只不过镜中的伊娃提前发现了白瑞的计划，所以将计就计，趁众人不备替换了扫描仪。也就是说，刚刚的扫描仪扫谁都会显示有问题。趁着白瑞被关进了超能监狱，假货三人组直奔天影会。接下来只要拿到拉姆齐的血液，就可以放出伊娃。辛格的身份地位轻轻松松进入了天影会内部。要说人拉姆齐也不是傻子，怎么可能会相信他们？可唯一有一点让他动了心，贾瑞斯保证会把他放出去。听说了伊娃的来龙去脉后，拉姆齐笑了：“嘿，这买卖稳赚不亏呀！”达成协议后，贾卡米拉毫不犹豫牺牲了自己，将拉姆齐从防护罩内带了出来。重获力量的感觉让他爽歪歪。他揪起贾瑞斯，低声说道：“我看出了你眼中的犹豫，你体内还有一丝意志力。”在武力威胁下，终于套出了贾艾瑞斯的心里话。他最大的愿望就是活着，像个普通人一样生存。闻言，拉姆齐流下一滴血液后重返了牢笼。他心里清楚，今天他就是走出这道墙，外面还有周大强、王宝强。拉姆齐要静等一个稳妥的方案。在此之前，他只想看戏，并且记出一句话 ：“Run, Iris, run。”而另一边，塞西尔偷偷放出了白瑞，心灵感应告诉他，艾瑞斯绝对没有这么简单。他打心里更相信白瑞，自己已经赌上性命帮助白瑞。现在白瑞是时候去找真正的艾瑞斯了。事实证明，神速力就如同时间管理，挤一挤总会有的。白瑞赶到后，贾艾瑞斯二话不说泼洒了血液，随即化身 T 仙，挥舞着2把800米的砍刀冲向了白瑞。这等好戏，伊娃实况转播给了艾瑞斯。没了神速力的援助，白瑞的身上很快出现了数个刀口。这贾艾瑞斯下起手来是真的狠，根本不遵守道上的规则，打人专打脸。只不过这用刀擦鼻子是什么操作？在利用镜子的辅助攻击下，没一会儿，白瑞已经是遍体鳞伤。随后，伊娃玉手一捏，白瑞头顶的镜子轰然崩碎。贾瑞斯防不胜防的刀法为大家诠释了什么叫做两肋插刀。这次白瑞再也没有了站起来的力气，神速力枯竭，就连快速治愈都失去了效果。直播间面前的艾瑞斯更是有力使不出，但他最强的武器是 Talk。 你敢说你已经不爱约瑟夫了吗？你现在这么恨他，证明还对他存有一丝感情。可笑的是，人家根本不在乎你 Bitch。 这伊娃是恼羞成怒，癫狂的一面瞬间占据了主控权。随着他的失控，贾瑞斯也受到了影响。白瑞一看便看出是艾瑞斯在暗中帮忙，于是一同祭出了套克绝学。我相信你能战胜他，做个人吧。这还得归功于拉姆齐的那句话 ：“Run, Iris, run。”贾艾瑞斯选择做回自己，他真心祝愿白瑞能救回艾瑞斯。这一行为惹怒了伊娃，随着咒语祭出，贾艾瑞斯彻底化成一滩碎片。下一秒，镜子一黑，伊娃从中走了出来，随即给了白瑞一刀腰子重击。但他并不打算干掉闪电侠。现在的闪电侠没有了速度，毫无威胁可言，他只想走自己的阳关道。报复完约瑟夫后，伊娃打算彻底解放镜像世界。待他离开后，白瑞陷入了昏迷。不知道过了多久，再睁眼，身上的伤已经好得差不多了，挤出来的神速力多少帮他治愈了一些伤口。白瑞缓缓坐到了镜子面前，冲着另头不知去向的艾瑞斯喃喃自语，说着说着就流下了泪。而艾瑞斯也默契地干着同样的事儿。他们虽然隔着一个维度，心却依旧连在一起。艾瑞斯准备找镜像世界的卡米拉和辛格，双方一起努力回到对方的身边。相信大家也有所耳闻，由于疫情问题，闪电侠第6季有可能会烂尾。原本每季的集数都在22或23，这一季临时砍成了19集。据说在结尾会有关于逆闪的伏笔，不过这些应该在第6季是看不到了，也许会在第7季补上剧情也说不定。经常有人说闪电侠、绿箭侠这些剧情越往后越拍越烂，什么剧情拖沓、无限套可危机，也有不少仇视艾瑞斯的观众。我想说的是，大家应该学会尊重演员，尊重剧组。不管这一季会不会止步19集，
大家都应该体谅。另外，希望各位莫要放松警惕，勤洗手，多通风，身体健康才是王道。我是瓜皮儿，下期见。